这一次，中国民众的恐慌情绪终于在黄金市场上爆发了。当现货黄金价格在2月13日突破每盎司2920美元的历史新高时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抢金潮在中国各大城市上演。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，短短1个月内，黄金价格飙升超过 30%， 创下1971年以来最大单月涨幅。要说今年最疯狂的投资场景，莫过于北京 SKP 商场老铺黄金专柜前的长龙。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，在零下5度的寒风中，焦虑的民众从凌晨4点就开始排队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有外地游客拖着行李箱专程坐高铁来北京抢金。这股抢购热潮很快蔓延至全国。在上海豫园老铺黄金门店，开门仅2小时就叫到200多号。有黄牛爆料，光是排队号就被炒到500元一个。杭州大厦老铺更是出现了排队成圈的奇观，据目击者描述，人都排到门外500米了，活像春运时的火车站。更令市场震惊的是，各大银行的金条库存已经全面告急。据上海金融报告统计，仅2月份第1周，全国超过2000家银行网点的金条就已经售罄。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负责人透露，我们每天的金条配额从年前的100公斤暴增到500公斤，但还是供不应求，已经被迫启动预约配售制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折射出的是中国老百姓对人民币的深深担忧。钱放在银行，眼睁睁看着它变得越来越不值钱，还不如换成黄金保值。一位来自山东的市民道出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声。据央行最新数据显示，1月份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已达 3.2%， 创下2019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。多位金融专家分析指出，这波抢金潮背后是3重危机叠加，人民币贬值预期、房地产市场崩塌，以及美国关税战升级。老百姓看不到任何稳定的投资出路，所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黄金上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根据高盛最新报告预测，到2024年底，人民币可能还要再贬值 8% 至 10%。黄金市场的疯狂已经惊动了监管层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央行正在研究出台新规，限制个人购买黄金的数量。但这个消息一出，反而引发更大恐慌，不少人干脆选择买金条存银行。据统计，今年以来，全国黄金储蓄账户新增数量同比暴增 275%。更让市场揪心的是，中国老百姓的抢金潮背后，暴露出的是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危机。据中金公司最新研报显示，今年1季度，中国居民资产配置出现了历史性转变，储蓄率首次突破 45%， 而购房意愿跌至1998年来最低点。来看看具体数据有多触目惊心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今年1月份，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平均下跌 5.8%， 二手房更是暴跌 8.2%。更糟糕的是，上证指数已经从去年的高点3400点，一路跌到了2800点以下，投资者损失惨重。与此同时，人民币存款年利率仅有 2% 左右，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。这是40年来最严重的资产荒。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分析指出，房子套牢了，股市不敢进，存款利率低得可怜， P2P 暴雷损失惨重，比特币又被严格管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黄金成了唯一能让老百姓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硬资产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种资产荒正在加速蔓延。据中国银行业协会调查显示，超过 68% 的城市居民表示手中有钱，不知道投资什么，这一比例创下历史新高。同时，全国有超过2000万套商品房库存积压，相当于未来3至4年的销售量。银行业也开始感受到压力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今年1季度，
全国6大行新增不良贷款率达到 1.89%， 较去年同期上升 0.42个百分点。其中，房地产相关贷款的违约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2.75%。一位股份制银行高管坦言，现在不少客户干脆选择断供，宁愿用这笔钱去买黄金保值。市场恐慌情绪进一步蔓延。据彭博统计，仅2月份前2周，中国投资者就抛售了超过2000亿元的银行理财产品，转而购买黄金相关产品。一位券商分析师指出，这是典型的资产避险行为，人们宁可接受低收益，也要确保本金安全。更令市场瞩目的是，连保险公司都开始大举押注黄金市场。据最新政策，包括中国人保、中国人寿在内的10家大型保险公司被允许将最多 1% 的资产配置在黄金上。据民生证券测算，这意味着将有超过2000亿元的保险资金涌入黄金市场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投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财富焦虑在集中爆发。当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，对现有金融体系产生怀疑时，黄金这种最原始的避险资产自然会受到追捧。但问题是，这种全民抢金的局面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有分析师甚至指出，目前中国的情况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的泰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当时泰国民众也曾出现疯狂抢购黄金的现象，最终导致泰铢暴跌 40%。不过，央行相关人士立即回应称，这种比较完全不成立，中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。这场全民抢金潮已经催生出了一个规模惊人的地下黄金交易市场。据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，仅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3地就有超过500个微信群专门做黄金代购生意，单个群人数动辄上万人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一些黄牛的加价率已经达到原价的4倍。现在一根50克的金条，官方价格是4万多，黄牛要价最高能到16万。一位资深黄金交易人士透露，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，很多人排队几个小时，到最后发现柜台的金条全被黄牛预定了。据统计，今年春节期间，全国黄金饰品市场的黄牛溢价总额超过50亿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与此同时，资金外流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。据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来自中国大陆的黄金需求同比增长超过 300%。更有分析称，不少人选择在香港购买黄金，实际上是变相的资金外逃。毕竟，一根金条就价值几十万，远比换美元方便。事实上，中国央行也在暗暗囤金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央行已连续15个月增持黄金。1月底，黄金储备达到7345万盎司，较去年底增加了 0.22%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，中国目前的黄金储备总额已达 2279.57 吨，位居全球第6，但占外汇储备总额的比例仍然偏低，仅为 5.5%。央行增持黄金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对美元霸权的担忧。在美国可能加征关税、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下，黄金的战略价值越发凸显。但问题是，中国的黄金市场还远未市场化，老百姓买黄金的渠道非常有限。更令市场担忧的是，这波抢金潮背后折射出的是人民币信心危机。据路透社最新民调显示，超过 67% 的中国城市居民对人民币汇率非常担忧， 78% 的受访者表示考虑将部分资产换成黄金。而高盛最新报告则预测，如果美国真的开始新一轮关税制裁，人民币可能面临 15% 至 20% 的贬值压力。有专家甚至指出，
目前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。当国内经济下行、房地产市场动荡、外部贸易摩擦加剧时，居民会争相将本币换成黄金等硬资产，最终可能引发货币贬值的自我实现。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，2024年中国黄金需求已达到336吨，同比暴增20%，创下11年来新高。更让人忧心的是，这种全民抢金的局面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。据普华永道预测，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、房地产市场低迷、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，黄金价格在2025年内可能突破$3500每盎司，而这将进一步刺激投资需求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一位央行内部人士无奈地表示，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在抢黄金，但黄金并不能创造实际财富。如果资金都涌向黄金市场，而不是投向实体经济，那才是最大的隐患。但在当前的情况下，普通老百姓似乎别无选择。正如一位排队买进的大妈所说，钱放在银行贬值，炒股亏得精光，买房更是亏大了。现在只能买黄金保命了。